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超级经典的电影。对，就是《大话西游》。哈哈哈，说到《大话西游》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周星驰。没错，周星驰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。他在里面演的是孙悟空，不过这个孙悟空和《西游记》里的有点不一样。对，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孙悟空是很厉害的神仙，会72变，对吧？对，会变成各种东西，比如鸟、鱼、树，什么都能变。但是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孙悟空有很多人的感觉。你是说他会有感情？对，他会爱上一个人。哇，那就有点浪漫了。没错，其实《大话西游》是一部喜剧电影，但也有很深的爱情故事。我记得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，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对，这句话太经典了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。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一个爱情电影，不知道原来是喜剧。哈哈，其实很多人刚开始看也以为是喜剧，后来才发现它让人又笑又哭。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词，经典。小夏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？经典就是很特别、很有名、很有代表性的东西。比如《大话西游》是一部经典的电影，《西游记》是一本经典的小说。哦，所以如果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经典电影，就对啦。对，非常自然。还有一个词我觉得也挺重要的，就是浪漫。对，浪漫这个词也经常用。浪漫就是让人觉得温柔、感动的事情，比如送花、看日出、听情歌，这些都可以叫浪漫。那我可以说今天的晚餐很浪漫吗？可以呀，比如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吃饭，点了蜡烛，那就很浪漫。那我们再回来说电影吧。小夏，你第一次看《大话西游》是什么时候？哇，那得是很早以前了，可能我上大学的时候吧。那时候我觉得他很好笑，周星驰的表演太有趣了。哈哈哈，我第一次看是我朋友推荐的，他跟我说，你要看这部电影，它很有意思，但最后会哭。对，这就是《大话西游》的特别之处，它不是那种单纯搞笑的电影，它讲了一个关于爱情、时间和命运的故事。对，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紫霞仙子，她好漂亮。对，紫霞仙子是电影里的女主角，她是一个相信爱情的女孩，她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命中注定这个词有点难。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，命中注定的意思是从命运里早就安排好的。比如你说，我觉得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朋友，就是上天早就决定我们会认识。哦，所以紫霞觉得她和孙悟空是命中注定的一对。对，她在电影里说过一句特别浪漫的话，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。哈哈哈，对，我记得，他还说那个人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他。对，就是这句太经典了。七彩祥云这个词好美哦。对呀，七彩就是七种颜色的意思，祥云就是天上的好看的云，所以七彩祥云就是颜色很漂亮、很吉祥的云。我懂了，其实就是像梦一样的感觉。没错，这就是这部电影特别的地方。虽然是喜剧，但它的语言很诗意。我听不太懂诗意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好问题，诗就是像诗一样，很美，很有感觉。比如你看到晚霞、星星，或者听到一句很美的话，你会觉得很有诗意。哦，那我可以说这部电影很有诗意。完全可以。大话西游的故事真的太浪漫了。是啊，这部电影不仅好笑，还特别有深意。它让人笑，也让人想很多。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句台词，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
我没有珍惜，真的特别感人。这句话几乎成了中国人表达后悔的代表句。对，我的同学有时候失恋了，也会发这句话到朋友圈，哈哈哈。哈哈，对，这句话太有画面感了。其实这句台词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不懂得珍惜。那珍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珍惜就是觉得一个东西很重要，不想失去。比如，你有一个好朋友，你要珍惜这段友情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也要珍惜。我懂了，比如我可以说我很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。完全正确。那真诚呢？我也听到那句台词里有这个词。对，真诚就是心里真的这样想，没有骗人。比如真诚的朋友，就是对你好，不会说假话的朋友。我明白了，就是那种很真实的人，对吧？对，我们经常说真诚待人，意思就是要用真心去对别人。那这句台词后面还有一句吧，好像是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，这句话也很有名，它表达了一种后悔和希望再来一次的感觉。这有点像人们说的如果可以重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这种意思。我觉得这部电影虽然是喜剧，但其实讲了很多很深的东西，比如爱情、时间，还有命运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在《大话西游》里，爱情其实是和时间有关系的。怎么说？你看，孙悟空爱紫霞，但他们不能在一起，因为时间不同，他来自过去，他来自现在。哦，这就像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人很好，但不是在对的时间。对，这种情况我们叫错过。错过这个词我知道一点，但能再说说吗？错过就是没有抓住机会。比如你去车站，火车走了，你就错过了火车。在感情里也可以说我们错过了彼此，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哦，原来错过也可以用在爱情里，那我明白了。对，《大话西游》里面的爱情其实就是错过的故事。听起来好伤感。是的，但也很美。这种伤感的美我们可以叫做遗憾。哦，遗憾这个词我经常听到。遗憾就是心里觉得可惜。比如你没考上你想要的大学，你可以说我觉得很遗憾。或者你没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也可以说有点遗憾。那我可以说孙悟空和紫霞的爱情很遗憾吗？完美。我好喜欢这个词，听起来有一点点难过，但也很温柔。对，遗憾这个词听起来不会太重，它像是一种安静的失落。我还记得另一句台词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哈哈，这句也太有名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有时候我们爱上一个人，不是因为他多好，而是因为那种感觉？对，很对。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其实在说，真正的爱是没有道理的。道理就是事情的原因。比如，他说的有道理，意思是他说的有原因，有根据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没有道理就是没有原因。对，比如爱一个人没有道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是喜欢他。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台词很特别，不像普通的爱情电影。是的，其实《大话西游》的语言很像古代的诗，有时候一句话就能让人想很久。我记得最后孙悟空走的时候，他看着紫霞说了什么话，对吧？对，他说他的笑容好熟悉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哇，这句话太温柔了。对，这种感觉就是，虽然他们分开了，但他心里还是记得他。有点像爱在心里，却不能说出来。对，你总结得很好。大话西游里的爱情故事和台词真的太有感觉了。是啊，我每次看都觉得心里酸酸的。对，我朋友说，这部电影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哈哈，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这就是《大话西游》的魅力。小夏，这部电影都已经有20多年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呢？
我觉得是因为它讲的不是普通的爱情故事，而是每个人心里都会有的一种感情。你是说那种放不下的人？对，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紫霞或者孙悟空，他们代表了年轻时候的爱情，很真，很冲动，也很难忘。哦，所以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想自己。对这种感觉，我们可以叫共鸣。刚才你说共鸣，这个词我不太明白。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共鸣就是你听到别人说的话，心里也有一样的感觉。比如别人讲一个故事，你觉得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那就是有共鸣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可以说这部电影让我很有共鸣吗？对，非常自然。我懂了，所以大家喜欢《大话西游》，其实是因为它让人有共鸣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那我还想问，《大话西游》里的人物都好奇怪，有点像神仙，又很像普通人。对，这也是它特别的地方。它把神话和现实生活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既觉得好笑，也觉得很真实。比如孙悟空，他是神仙，可是他也会痛苦。对，他有力量，有法术，但他也有情感。这种有力量但也有软弱的感觉很让人喜欢。软弱是什么意思？好问题。软弱就是不坚强，容易难过或者害怕。比如他看起来很强，可是心里很软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孙悟空外表强大，但心里软弱。对，因为他爱紫霞，但又不能和她在一起。我还听到一个词，你刚刚说现实生活，这个词我经常听到。现实就是我们真的生活的世界，不是梦，不是想象。比如电影里的爱情和现实的爱情不一样。明白，现实就是每天的生活。对，现实这个词经常跟理想一起用。理想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理想就是你心里希望的样子，比如你理想的工作、理想的家、理想的生活。所以理想像是梦，而现实是现在。对，你总结得很好。这两个词经常放在一起，比如我们说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哈哈，这句话我听过，意思是理想很好，但生活不容易。完全正确。那你觉得《大话西游》讲的是理想的爱情，还是现实的爱情？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我觉得它是两种都有。紫霞的爱情是理想的，她相信命中注定；而孙悟空的爱情是现实的，他知道有些人只能放在心里。哦，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在告诉我们，爱情不只是在一起，有时候是记的。对，你太会总结了。那我们能不能学一个表达放下的词？因为我觉得《大话西游》最后就是放下的故事。哇，你真的很细心。放下这个词很重要，它的意思是不再抓着过去，让自己轻松。比如说，我终于放下了那段感情。对，非常自然。其实这部电影的结尾就是孙悟空放下了紫霞，虽然他心里还是爱她，但他选择继续前走。好感人哦。是啊，有时候成长就是放下。我觉得《大话西游》真的很特别，它不像别的爱情片那么甜。对，它更像一面镜子，每个人看它的时候其实都在看自己的故事。这让我想到一个词，回忆。对，回忆就是想过去的事情。我们经常说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意思是心里还记得，觉得温暖。所以看《大话西游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在回忆年轻的自己。对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虽然老了，但每一代人看都能感动。我们再聊聊它带给大家的人生道理吧。没错，《大话西游》不仅是爱情电影，也是一部哲理电影。小夏，你说什么是人生道理？人生道理就是关于生活和人生的一些道理、规律或者经验。比如，珍惜眼前人就是一个人生道理。哦，明白了。那《大话西游》教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有几个，
爱情要珍惜，有些东西无法强求，放下过去才能前行。对，我觉得电影里孙悟空最后放下紫霞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对，他懂得了放下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成长。我想学前行这个词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前行就是向前走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继续向前。比如，我们要勇敢的前行，意思是面对困难也不退缩。哦，所以孙悟空放下紫霞，就是开始自己的前行。对，你总结得很好。那成长呢？成长就是变得更成熟、更懂事。比如，小孩子长大了，就是成长了。在电影里，孙悟空通过放下爱情，也完成了成长。我觉得《大话西游》特别神奇，它能让人笑，也能让人哭。对，这就是它的魅力。它讲的不只是故事，更是每个人心里的青春和遗憾。对，我朋友每次看都会说，好像看到年轻的自己。没错，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大话西游专题就到这里啦。希望大家听完之后，不只是记住词汇，也能体会电影里的情感和道理。对，学习中文也是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心。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